这是一个妖魔横行、人命如草芥的世界。自从我穿越而来，不仅身无分文，还继承了一座闹鬼的义庄，和一身只要活不过7天就会暴毙的3关死咒。别闹，还没到计时呢，现在的鬼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这个凡人疯了吗？男人都该死！我要挖了你的心！黑心老板系统激活成功，检测到 S 级厉鬼红衣鬼煞，宿主当前寿命剩余6天23小时，请立即招聘首位员工，开启赚取冥币之路。等等，杀我之前先看看这份大智王朝厉鬼就业保证合同。你找死！杀了我，你就能投胎吗？杀了我，你就能消怨气吗？不能，你只会招来更强的道士，把你打得魂飞魄散。那又如何？笨呐！你想想，你在棺材里躺了多少年，又冷又饿，还要防着被盗梦贼摸。你看看现在的世道，做鬼也要有编制，签了它，我不光包吃包住，还给你供奉上好的香火，助你修炼鬼仙。鬼仙？这凡人知道鬼仙？姑娘，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干大事的鬼，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格局小了，跟着我干，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只要签个字，今晚的特供香烛管够。这香有灵气。签了字，这只是零食。你若骗我，我便将你碎尸万段。恭喜宿主成功招聘 S 级员工红衣鬼煞，奖励新手大礼包，初级万鬼令，洗髓丹1枚，主线任务开启，请在1周内赚取1000冥币，延续寿命，当前冥币0。行了，既然入职了，别飘着了，去把地扫了，把那边的棺材板修好。你让本宫扫地？这是试用期考核，怎么第1天上班就想违抗老板？信不信扣你绩效？为了那香，我忍。这才是生活嘛！想要活命，还得靠压榨，哦不，靠管理。师兄，那女魔头出事了，刚才好大的鬼气啊！不急，那书生肯定已经被吸干了阳气。等女魔头吃饱了，放松警惕，咱们再冲进去捡漏。那个角落没扫干净，红衣，你是不是想加班啊？所谓义庄，不仅是放尸体的地方，我们要把它打造成集住宿、餐饮、殡葬一条龙服务的高端会所。但首先，我们得解决温饱问题。你所谓的解决温饱，就是让我翻地。这叫明土开发系统。祖师爷说了，这块地阴气重，种不出庄稼，但能种阴灵草。一株阴灵草在鬼市能卖10个银币。本宫乃前朝公主，手染千人血，你让我拿这双杀人的手去锄地？想吃昨晚那种香吗？香。那就干活，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还有，别用飞的，接地气一点，用手刨。翻好了。我是让你翻地，不是让你炸鱼。力度，控制力度啊，要细腻。师兄，怎么没动静了？那书生还没死透。奇怪，那女魔头极为凶残，按理说早就该血流成河了。走，贴上一身符，进去看看。为了香，为了香，傻姑你们！不对，种好草。对，就是这样。哎呀，那块石头挑出来，别硌着我的草种。师兄，我是不是种坏树了？那可是红衣鬼煞呀，杀人不眨眼的红衣鬼煞呀！他在种田。这树上是何方神圣？莫非是传说中的饮食大能？人，竟敢偷窥我的商业机密！正好一肚子火没处发，送上门的沙包。不好，快跑！给本宫下来！私闯民宅，按照大周律例，该当何罪啊？不过嘛，正愁没人挑大粪浇地，
这不就来了吗？前辈饶命，我们是青云观的弟子。青云观，好，身体素质应该不错。红衣，给他们松绑，把那边的2桶有机肥料挑过来。士可杀，不可辱。桶在哪儿？我这就去。种植任务完成度10%，当前资产0冥币。种地回本太慢了，草长出来还得好几天，我这寿命只剩6天了，得搞点快钱。来活了！小老板，救命啊！这附近只有你这一家一庄了。李员外，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本店承接停灵、超度、守夜业务，童叟无欺。这是家父，昨日刚过世，结果刚才起灵的时候，棺材怎么都抬不动，几个壮汉都压趴下了。路过的算命先生说，这是老爷子有怨气，要在义庄停灵3天消灾。抬不动，这是时辰，有怨气啊！员外你也知道，最近闹鬼闹得凶，我这一庄虽然风水好，但是床位紧张啊。10两，只要能让老爷子安息。不是钱的事，主要是危险。50两，外加给您重修大门。成交。李老爷子的孝心感天动地，我陆安哪怕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他老人家睡得安稳。进来吧。哎呀，那晚上就拜托你了，我明天一早来。红衣，别吸那破香了，活了！一个刚死的老鬼，怨气这么重，臭死了！这可是50两银子，而且把他弄服帖了，系统有奖励。啊，退！我要血！红衣，给他上一课，告诉他谁才是这里的老大。区区行尸也敢在本宫面前叫嚣！老实点，吵到老板，吵到本宫休息。很好，老头，我看你力气挺大，躺着也是躺着，不如起来发挥余热。红衣，把他放下来，带他去后院磨豆子。磨豆子？对，那2个道士挑粪太慢了，让这老头去推磨做豆腐。咱们义庄以后早餐卖豆腐脑。我可是僵尸啊，我很凶的。成功收服地级行尸，获得50冥币。当前寿命延长12小时。这就是自动化生产线啊！哼，虽然有了点钱，但人手还是不够。红衣是高管，不能总干杂活啊。那2个道士明天就得放回去，老头僵尸智商太低，只能推磨。系统，我要发布招聘广告。是否花费100冥币，开启百鬼夜行招聘功能？这会吸引方圆10里的孤魂野鬼前来应聘。是不是孩子套不着狼？开！你是否还在为孤苦无依而发愁？你是否还在为没钱买香烛而挨饿？兰若一庄，诚品英才，包吃包住，早9晚5，5险1金。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这里就是你永远的家。包吃，我都饿了3年了。真的假的？这年头还有人敢招鬼？俺不管，俺要去看看。下一个，有什么特长？我舌头长，能舔窗户纸。滚！咱们这又不是做保洁的。下一个。俺力气大，俺生前是将军的亲卫，力气大，能扛多重？千斤巨石不在话下。录用了，岗位安保队长兼搬运工。管饭不？管。红衣，给他发个工牌。好。好热闹啊！年轻人，老婆子我也想讨个饭碗，不知你敢不敢收？鬼婆婆，你不在乱葬岗待着，来这儿做什么？老人家，我们这儿不招养老的，只招干活的。嘿嘿嘿，老婆子虽然干不动体力活，但会一手扎纸人的绝活。若是你不收我，我就把你这义庄变成纸做的，烧给阎王爷。哎，这就是典型的职场霸凌啊！红衣、大壮，有人砸场子，找死！敢动俺老板！
不好！小贝，老婆子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都多。擒贼先擒王，小子，把你的魂魄交出来吧！停，老太婆，你基础不错，这藤蔓控制流，这纸人召唤流也是个人才。什么？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杀你，我要聘请你当技术总监。风言风语，去死！系统兑换初级居灵锁，扣除200冥币。这是天使法器，你到底是人是鬼？我也是个讲道理的老板，签了它，这雷电就停；不签，今晚我们就吃烤老太太。我签。成功招聘技术型员工鬼婆婆，奖励图纸幽灵马车制造图。哎呀，婆婆受惊了，以后大家就是一家鬼了。大壮，快给婆婆倒茶。这就成打工的了。婆婆，这个纸人要做的逼真一点。咱们以后要开通滴滴打鬼业务，晚上赶路的人多，用你的纸马车拉客，速度快还不用喂草料。老婆子这一身咒术用来扎出租车。老板，你让我在城里发的传单都发完了，效果怎么样？吓晕了3个，剩下的都跑了。我说过多少次，发传单要微笑，微笑！你摆着个死人脸，谁敢来咱们这儿住宿？我本来就是死人。妖孽，还不快出来受死！敢扣押我观弟子！长老，就是他，还养了一窝厉鬼，还逼我们交饭。坏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全体员工听令，准备接客。哦不，准备迎战。那个谁，大叔，别把你的头扔出去，那是夜号品。无知小儿，竟敢与鬼为伍！今日贫道便要替天行道，荡平这妖邪之地。这位道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这是正经在官府备案的义庄，是有合法经营执照。这几位是我的员工。员工？那红衣女鬼怨气冲天，那无头鬼煞气逼人，你管这叫员工？列阵，主血！非要动手，红衣、大壮、婆婆，给他们展示一下咱们的企业文化。雕虫小技，俺练过金猪咒。师兄，我的剑变成纸了，是幻术。这群鬼物怎么懂得配合？大壮，左边，红衣切后排，那个奶妈不对，那个拿拂尘的，先搞定他。擒贼先擒王，这小子是指挥。系统升级防御攻势，消耗500冥币，激活义庄护山大阵。功德金光，怎么可能？你养鬼还有功德护体？我给琉璃失所的鬼魂提供就业岗位，维护阴阳2界治安，这当然是功德。你这是歪理邪说！道长，打打杀杀多伤和气，不如我们谈笔生意。谁要和你谈生意？我看你们青云观弟子众多，但捉鬼也要成本吧？符纸要钱吧？医药费要钱吧？不如把捉到的鬼卖给我，不，输送给我当人才，我给你们提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里就是那个敢抢本王地盘的义庄。黑山老妖，他怎么出来了？完了，今日都要死在这里！系统，这玩意儿能签吗？对方等级过高，建议宿主1跑路，2氪金升级。区区人也敢在此聚众养鬼？那个穿红衣服不错，带回去做第18房小妾，其他的都吞了。没想到贫道今日要命丧一次，小子，虽然你是邪道，但此刻还是联手吧。联手你也打不过他。系统，氪金，我要买强力道具。余额不足，您当前冥币350，推荐购买，请神符随机版价300，是否购买？随机关请来个土地公有什么用？不管了，买。喂，那个黑弹头，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也是大周合法纳税单位，联动一下试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大佬救命啊！谁呀？大中午的扰人清梦，本官正午睡呢。陆判，活的地府判官。哟，这不是小黑山吗？
越狱几百年了，终于舍得露头了。饶命啊，大人！小子，是你叫我？咦，你身上怎么有股熟悉的铜臭味？不对，是系统的味道。老祖宗啊，我是您失散多年的信徒啊！这黑山老妖欺负我们这群老实做生意的。不过你这一装有点意思，把这些孤魂野鬼管理的井井有条。地府最近正好鬼口爆炸，没地方安置。大人，我愿意为地府分忧，我这里可以做地府驻人间办事处，专门接收那些还没排上号投胎的鬼。这倒是帮我们省了不少事。行吧，这黑山老妖我带走了，你继续干，但这请神费回头烧给您1亿冥币。成交。道长，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关于把你们抓到的鬼卖给我的事，现在能谈了吗？你能请到陆盘？难道你是地府在人间的代言人？不可说，不可说。贫道有眼不识泰山，既然是替地府办事，那我青云观愿助一臂之力。以后抓到恶鬼，只要不灭杀的，通通送来。好说，我也给你们打折。以后青云观弟子的后事我包了。这就不必了。红衣负责统筹，大壮负责安保，鬼婆婆负责生产纸扎工艺品。还缺什么呢？缺钱啊，还是太慢了。陆老板，听说你这里手段通天，连陆盘都给面子。低调低调，前员外有何贵干？我家闹鬼，而且不是一般的鬼，那是一只血池鬼。这唱功不错，是只厉鬼，怨气聚在嗓子里，每天晚上都唱，唱的全家睡不着觉，请了多少和尚道士都没用，都被他唱哭了，然后就疯了。唱哭了？浪在对停，别唱了，跑调了。你懂什么？我是京城名角。名角？就这？你这换气都不会，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难怪死了都没人听。你敢侮辱我的戏，我要杀了你！杀我之前，敢不敢比一场？比什么？比谁的戏能赚钱？庸俗！艺术怎能谈钱？没人听的艺术就是垃圾。我有最好的舞台，最多的观众，你敢不敢签个合同来我这唱？我保证让你成为大周顶流。顶流？就是天下第一名角，让所有人为你哐哐撞大墙。虽然听不懂，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若是你能做到，我便为你卖面；若是做不到，我就把你做成二胡。成交，兄弟们，新的风口来了，我们要进军娱乐业。把后院那个停尸房改成大剧院，鬼婆婆多占点荧光棒，我是说发光的灯笼。大壮去城里贴广告，就说绝世名伶午夜首秀，门票10两，仅限活人。你这是在玩火，让鬼给活人唱戏。这叫沉浸式体验，这叫微安实景。我们要重新定义娱乐。听说这里的戏子不是人。哦，真的假的？这么刺激啊！别紧张，把下面的观众当成大白菜，哦不，当成银子。记住，要凄美，要幽怨，要让男人看了想保护，女人看了想流泪。老板，我怕吓死他们。没事儿，吓晕了我们有急救服务，另外收费。上。情不知所起，一望而生。我想起小红了，太美了，这才是艺术啊！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上！哦，太好了！宿主举办首场人鬼情未了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这才是暴力啊！哈哈，以后还要搞女团、搞选秀。红衣，你也别闲着，准备一下，下一场你跳剑舞。我也要上台。当然，你是 C 位，我们要打造阴间少女时代。好。
下一个节目将是跳 disco。城主，那陆安短短半月，聚敛了无数钱财，还勾结鬼物，扰乱治安。大师，您看，那陆安身上有古怪，能驾驭这么多厉鬼，定有重宝。而且那青云女鬼乃是极阴之体，正适合做我的底炉。那大师的意思是，今晚本座亲自去会会他，顺便接受他的一切。又是谁？这门很贵的，知不知道？陆安勾结要挟，意图谋反，奉城主令查封义庄。看上了我的钱，直说。知道，那就死个明白。是力是人，而且是金丹期的邪修。这3只僵尸都是铜甲师，大壮扛不住。金丹期，相当于 S 加级了。看来这次真硬茬。给我杀，鸡取我灵！打我的员工，也就是打我的脸。没了这些鬼，你就是个废物凡人。凡人，本来想留着过年的，既然你们找死，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黑恶势力。地府阴兵何在？给我出来洗地了！阴兵借道，这怎么可能？一个不留，全部带下去，炸油锅！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地是死了，生在哪儿呢？警告：死咒压制失效，当前剩余寿命3天12小时，当前功德值减5000，当前冥币余额0。童子，你这哪里是辅助，分明是催命判官！老板别嚎了，昨晚那场仗，要不是姑奶奶我拼了半条命护住地脉，你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还有我的供奉呢。老板，俺想吃香烛，要大根的。内忧外患，没钱修义庄。这死咒3天后就要我的命，大壮和红衣要是断了供奉，分分钟反噬，必须搞钱，而且是海量的钱。别催，作为这个团队的 CEO， 我已经有了全盘的重组计划。现在我们去城里考察市场。哼，画大饼。儿啊，你在那边冷不冷啊？娘给你做了心寒衣，你收到了吗？阴影眼开启，损耗率100%。这哪是烧纸啊，这是烧寂寞啊！大妈，你儿子在哪儿没的？在关外的漠北，几千里地呢。托梦说冷，我这都烧了10几车了，他还说收不到，这可咋整？是啊，我也给我爹烧纸，他在江南也是收不到，这路太远，中间又没个照应，都被路过的野鬼截胡了。这就是巨大的蓝海市场，异地祭祀，物资传输损耗极大，这帮人也孝心，有钱但没有渠道。大妈，别哭了，您的孝心我来守护。小伙子，你是谁啊？我是兰若义庄陆安，从今天起，您儿子的寒衣我陆安包了，保证今晚烧，明早穿，少一个袖子，我赔您10件。系统，搜索能长距离运输灵体物资的道具。封魂箱刻有特殊符文的纸箱，可锁定灵气，防止外泄，对低级游魂有绝对震慑力。售价500功德，可借贷，利息9出13归。带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小的们，停下手里的活，全员集合！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只是义庄，我们是物流公司。按照这个图纸，给我扎箱子。大壮，你是运输大队长；红衣，你是安保总监。安保总监听着倒是比打手好听点，不过若是有人敢动我的货，那就让他魂飞魄散。这可是我们续命的钱，谁动谁死。各位，本店新开张，首单5折，这就是我们的黑科技封魂箱。发货。成功承接物流订单+1，获得功德10点，获得冥币500。按照这个速度，3天内不仅能修好义庄，还能攒够买命钱。总镖头，这周的流水怎么少了这么多？城里的那些富商这几天怎么没来驮表运棺材？回总镖头，最近城里出了个怪事，那个兰若义庄的陆安搞了个什么阴阳物流，
一阳物流，什么狗屁东西？就是不需要我们把尸体运回老家，也不用我们护送灵牌，他们直接在城里烧，说是能保证那边收到。那些有钱人都信了那个小白脸的邪，都去他那下单了。我们的生意被抢了80%。陆安，那个接手破衣庄的废物，敢在兰若城动我雷暴的蛋糕，他是嫌命太长了。听说他养了几只厉害的鬼。鬼！老子一身气血如龙，专杀恶鬼。爽，这就是垄断的快乐。照这个进度，今晚就能把义庄的主粮修好。陆老板，别光顾着数钱，我总觉得今天这风向不太对。有什么不对？那是金钱的味道。红衣，你就是太多疑了。待会儿给你买2箱胭脂。老板，回来取我太奶给我寄的假牙。好嘞，货架3层左手边，大壮不在，你自己拿一下。都给老子滚！这地方今儿个关门了！救命啊！快跑！雷老板发威了！我的牙被踩碎了！牙，老子让你连嘴都没有！那是我的客户。哟，这就是陆老板，长得倒是细皮嫩肉。听好了，我是镇远镖局雷总镖头的人。有何贵干？陆安，你是个聪明人。这兰若城的运输生意姓雷，不姓陆。你搞什么破物流，抢了我们镖局的饭碗，雷爷很不高兴。所以呢？所以雷爷让你识相点儿，立刻关门，带着你的钱去镖局磕头认罪，把这1成的利润交出来当保护费，否则，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你不怕黑狗血？规矩？动我的钱，伤我的客，砸我的店。系统兑换，初级大力丸。在我的地盘，我就是规矩。我的鼻子！大哥，小子，你敢动手？回去告诉雷暴，我不找他，他倒找上门来了。这笔账我会亲自去镇远镖局跟他好好算算。你等着，雷爷不会放过你的，你会死得很惨。滚！快走！你的手受伤了，那黑狗血对修道之人也有损伤。皮外伤，但这口气咽不下去。那雷暴可是个硬茬子，据说练了13代宝恒炼，刀枪不入，专克阴血。我们硬碰硬未必有胜算。那是他没见过真正的资本打法。既然他想玩暴力的，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是降维打击。为什么不让我去杀了他？区区一个练外家功夫的凡人，拼命，那是下策。你是我的核心资产，损耗100年修为去换一个莽夫的命，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那这口气就这么咽了？咽不，我要让他即使跪着也找不到饭吃。跟流氓拼刀子太掉价，我要在商业上对他进行绝杀。系统，调出那3具铜甲尸。大壮，给他们穿上工装。从今天起，他们就是我们的重装搬运工，不知疲倦，力大无穷，还不用发工资。各位街坊邻居，我知道你们日子苦，没钱花，没饭吃，还要被恶道士追杀。现在机会来了，兰若物流招募幽灵骑手，只要你跑得快，只要你认路，加入我们，每送1单，直接1根高品质信箱。陆老板威武！我要报名！入职培训，我们要让全城的人知道什么叫兰若速度。哎呀，这破路还要走2天才能翻过山，累死老子了。呜呼，起飞！没有尸体就是爽，直线距离，半个时辰就到。退钱！把我的机器退给我！张员外，您这是为何？人家兰若物流中午寄的，下午我那死鬼老爹就托梦说收到了，还问我为什么不早点用这个。你们呢？散去！就是，而且你们还贵，人家兰若物流才收多少钱，你们还要收保价费，退钱！不退钱我们就去告官。都给老子闭嘴！谁敢在这里闹事？雷总镖头，做生意讲究个你情我愿，你这效率太低，我们换一家有什么错？好的很，陆安，你这是要断我的根呢！这小子走阴路，不用过关卡，不用走弯路，
我的标识是人，怎么跑得过鬼？总标他莫急，鬼有鬼道，但这阳间终究是生人的天下。他们走阴路是快，但若是路上有点什么意外，你有办法？贫道早年在茅山学过几手锁魂阵，鬼物最怕阳火和法阵，只要我们在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嘿，到时候让这帮鬼连人带货，魂飞魄散。好，要多少钱尽管开口，今晚我要让陆安赔个底掉。有了钱，这腰杆子都硬了。陆老板，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刚才派出去的3对骑手，到现在还没回应。那个方向，有一股令人厌恶的道家法力波动。道家法力，雷暴果然坐不住了，开始玩阴的了。我去看看，只要不是大宗师，普通的道士我能应付。不行，现在的你虽然厉鬼等级高，但防御力太差。如果是专门针对灵体的法阵，你会受伤。既然他们想玩军备竞赛，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人民币玩家。系统，打开商城，筛选防御类装备，要最顶级最拉风，能无视低级道术的那种。来了，给红衣换装。好啊，接着跑啊！进了贫道的烈阳锁魂阵，就是大罗神仙也得脱层皮。道长为我把这些孤魂野鬼都练了。老板，救命！货物要烧坏了，还想着货？贫道这就送你们上路。动我的货，问过我的保安队长了吗？陆安，凭你也想破阵，把你那只红衣女鬼叫出来吧。贫道正好缺个炼丹的药引。如你所愿，红衣。装备着装，所有阻碍予以清除。这是什么鬼东西？这还是鬼吗？起阵！快起阵！烈阳神雷！太弱。这不科学！放开我！我是茅山启明弟子，杀了我，你会遭天谴吗？天启，我的老板就是天。院长，杀了你太便宜你了，而且我也不是杀人狂魔，我是个生意人。你想怎么样？你耽误了我的时效，我的客户还在等这批货，这笔违约金怎么算？我赔！钱我不缺，我要的是你的信誉。对着镜头说，镇远镖局雷暴雇佣妖道，劫杀合法物流，手段下作，技不如人，被兰若物流当场镇压。这以后还怎么混？我是雷暴派来的，雷暴是个小人，兰若物流牛逼。很好，这段视频明天会在全城的茶馆循环播放。大壮，继续送货。陆老板，爆了，单子爆了！周边的几个县城听说，连茅山道术都拦不住我们，纷纷转单给我们。现在的订单量是昨天的5倍。产能跟不上需求，这是幸福的烦恼，也是致命的危机。现在资金充足，装备精良，唯独缺人。兰若城里的孤魂野鬼已经被我招完了，必须向外扩张。红衣，别歇着了，跟我出城。去哪儿？杀雷暴？不，去招聘。陆安，那个开义庄的小白脸跑到爷爷的地盘，是想送外卖吗？是的。独眼兄，我是来谈收购的。我看你这地方不错，适合做我的城东分拣中心。放肆！老子占山为王，自由自在，你让我给你打工？小的们，给我撕碎他！这年头做个生意真难，非得先动我。红衣，别打死，那是我的员工。工号001，签合同还是死？姐，我这就入职，我想送快递，这是我的梦想。反手为攻，你雷暴靠的是几百个镖师，我靠的是满山遍野的孤魂野鬼，这一仗你拿什么赢？当前待处理订单99999家，每秒新增订单500家，任务目标零差评，零丢失。所有人听着，这是一场硬仗。这几天全城的百姓都在给我们下单，这是信任，也是我们的命。谁要是掉了链子，别说年终奖，我让他去扫一辈子的猪圈。老将完成任务。朱颜，你负责城东分拣；大壮，你带铜甲师负责重货；红衣，你带精锐队负责 VIP 客户。只要没人捣乱，这点货不算什么。
这就发货了。亲，您的附近已经签收了，记得给5星好评哦。太快了，以后只用揽若物流，镇远镖局是个屁。知府大人，那陆安简直无法无天，不仅抢生意，还打伤我的人，羞辱道门。现在全城只知兰若，不知官府啊！哼，聚众养鬼，妖言惑众，本官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不过他那些鬼怪有些手段，普通的衙役怕是奈何不了啊。大人，鬼怕什么？怕皇气啊，怕官威。马上就是中元节，他们要把大量的货运出城去给外地的死鬼。只要您下令，以防疫或者宵禁为由，封锁出城的4座大桥。你是说用官印封桥？对，只要官印一盖，皇气镇压，他那些鬼骑手就出不了城，货送不出去，赔偿民愤。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愤怒的百姓就能把他的义庄拆了。好计策，本官这就下令封锁全城交通要道，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这是啥？俺过不去。知府有令，中元节期间全城宵禁，任何人鬼不得出城，违令者斩。大人，我们是送快递的，这货要是送不到，我们就完了。别动，是官气，真的会死鬼的。陆老板，陆老板，完了，彻底完了！东西南北4座大桥还有水门，全部被官府封锁了。他们用了官印，我们的鬼骑手根本出不去，几万担外地的货全堵在桥头了。如果子时之前送不到，系统的惩罚，官府雷暴。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利用规则杀人，好手段。我去杀穿他们。官印只要杀光了拿印的人，印就是废纸。不行，杀了官兵就是造反，到时候朝廷派大军甚至修仙宗门来围剿，我们必死无疑。既然阳关道被封死了，那我们就走他们管不到的路。传令，所有重货全部撤回，我们要走黄泉水路。老板，水路也不行啊，咱们鬼怕沉水，一下去就魂飞魄散了。这一河的阴气，没船根本过不去。普通的船载不动鬼，除非有传说中的。没有船，那就买；没有路，那就拿钱铺。系统，把你压箱底的水上交通工具给我拿出来。幽冥摆渡船量产型，1000冥币每艘。梭哈，给我兑换50艘。全体上船，目标全省发货。万万牛逼！兰若物流万岁！大人，你看河里那是啥？好多萤火虫！萤火虫？你家萤火虫有棺材那么大？这是什么妖兽啊？他们走水路，快放箭！放箭！现在已经亥时了，陆安的货肯定烂在手里了。明天一早，那些愤怒的客户就能把他的义庄拆成碎片。雷总镖头好手段呐！这兰若城终究还是你的天下呀！老爷，不好了，全送出去了。什么送出去了？货，陆安的货，他弄来了几10艘鬼船，直接走水路绕过了大桥。刚才探子来报，第一批货已经送达临县了，客户好评如潮啊！鬼船？他哪来的鬼船？陆安，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既然你不让我活，那今晚老子就跟你同归于尽！召集所有人马，带上黑狗血、童子尿，跟我杀上义庄，先斩后奏！
陆安，给我滚出来受死！雷总镖头深夜造访，还拆我家门，这可是私闯民宅，要赔钱的。赔钱？老子送你去阴间收钱！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给我杀，一个不留！也是时候检验一下这几天的氪金成果了。出来吧，我的安保队。系统强化银甲师为金丹期肉身。我靠！银甲师？怎么可能？你哪来的猎身秘术？哼，超能力你不懂。老子一身横练，刀枪不入，我看你能奈我何？别杀我！我有钱，镖局给你。你的钱本来就是我的，你的镖局现在也是我的。红衣，送雷总镖头上路，记得做得干净点，别吓坏了周围的邻居。从今天起，没有镇远镖局了，只有兰若物流。所有的马队并入我的运输体系，负责白天的阳间运输，晚上的阴路归鬼骑手。我们要做的是全天候、全覆盖、无死角的垄断，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陆老板万岁！第一个 BOSS 刷完了，但这兰若城只是个新手村，目标是星辰大海，哦不是阴曹地府。不对劲，哪里不对？这不是赚翻了吗？这雷暴攒的家底，够我们修10个义庄了。就是因为家底太薄了，所以才不对劲。雷暴垄断了兰若城物流20年，按理说，他的资产应该是现在的10倍不止，钱去哪儿了？老板明鉴，雷爷，不，雷暴他虽然风光，但其实也是个打工的。给谁打工？那里有一封信，是昨天刚从京城送来的快马急件。乾天司，乾天司，大秦王朝最神秘的机构，专管天下奇人异事，权倾朝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镇远镖局，是监天司养在地方上的白手套。原来如此，每年70%的利润都要上供。我杀了雷暴，不仅是抢了地盘，更是断了监天司的一条财路。监天司，那帮臭道士和阴人混在一起的地方，麻烦了。那里面有几个老怪物，现在的我打不过。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是网文哦不，这是江湖的铁律。雷暴一死，共银断供，监天司的人很快就会查到我头上。那可不是雷暴这种草莽莽夫，那是国家机器，是拥有顶级修仙者的暴力机构。那就杀光他们，或者我们跑路。跑？往哪儿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且我的死咒还没解，离了一庄的地脉，我也活不了多久。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必须想个办法，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老板，外面有个怪人，非要见你。不见，没看我正烦着吗？可是他说他是来送解药的，而且他身上有股味儿，跟红衣姐特别像。跟红衣像？陆老板，大难临头尚不自知，有心思在这里品茶吗？老奴叩见长公主殿下。长公主？谁是长公主？我是红衣。
我是厉鬼红衣。续句的话以后再说。老人家，你是谁？找我做什么？老奴是这世间的一缕残魂罢了。近日来是想委托陆老板接一笔通天的大单，此乃黄芪丹，乃是前朝皇室秘传，集真龙之气炼制。陆老板身中死咒，命不久矣。但这颗丹药不仅能解你的咒，还能助你重塑根骨，踏上仙途。黄芪丹，系统扫描。黄芪丹真品，估值无法估量，功效解除一切诅咒，洗精伐髓，延寿100年。这么贵重的东西当运费，你要我运什么？运去哪儿？运一口镇洪关，目的地京城乱葬岗深处，前朝公主坟。京城？正是。那红棺里封印着一位故人，必须在中秋之夜送入公主坟安葬，否则将永世不得超生。老人家，你这是让我往火坑里跳。京城是监天司的大本营，我现在去京城，跟送死有什么区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司天监现在正派人来兰若城查雷暴的死因，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你会带着总部直接杀到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不去京城，监天司也会杀过来，我只能被动挨打。去京城虽然凶险，但有黄芪丹能够解死咒，彻底解决后顾之忧。而且兰若城的市场已经饱和了，想要做大做强，必须去一线城市。红衣，你想去吗？去，我有种感觉，那里有我想找回的东西，而且我也想看看所谓的监天司到底有多强。这单生意我兰若物流接了，不过不是简单的运货。既然要玩，就玩把大的。我们不逃亡，我们是战略转移。传令下去，大壮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铜甲师、银甲师。独眼通知分拣中心，把业务线向北延伸。我们要把兰若物流的总部搬到京城去。监天司是吧？既然你们想要那7成利润，那我就去京城把你们的饭碗全砸了。别看了，我们不是逃跑，是去征服。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兰若物流将是天下的主宰。废话真多，什么时候开饭？出发，目标京城。兰若城到京城路途3000里，途经18个州县，这18个点就是我们未来的18个分公司。老板，前面是黑水镇，那是去北边的必经之路。听说那里的地图师很凶，收过路费收得很狠。过路费，正好，我们的流动资金还需要补充一点。大壮，准备进货。哟，好气派的车队，也是做白事生意的，懂规矩吗？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车上的东西留下，女人留下，人滚蛋！我赶时间，给你2个选择：第一，把你这破寨子卖给我，以后你给我当黑水镇分站的站长。让我给你打工，就凭你！兄弟们，给我砍！第二就是死。现在选吧。我没有当站长，我有工作。半个时辰后，听着，你们的任务是收集方圆100里的鬼魂订单，然后负责接待南来北往的兰若车队。做得好，以后送你们去兰若城进修。老板放心，以后这黑水镇振兴兰若。这就是资本扩张，我们要把这3000里的官道变成兰若物流的专属通道。
罗盘显示，那股庞大的尸气正在靠近。看来雷暴死后，那群妖魔鬼怪想把东西运去京城。大人，要直接动手吗？不急，今天司有令，宁杀错，不放。如果是那个陆安，就把人头带回去；如果是货，就充公。老板，不对劲，前面那些人身上有法力波动，不是普通的土匪，是今天司的鹰曲。那个领头的有两下子，大概是筑基期的修为，可能杀了他，但会闹出大动静，引来更强的人。前天司巡查时，应冲肯定不行。我们现在是在赶路，一旦被拖住，后面的一路都会是追杀。文一，去跟那位公主商量一下，借点起床气用用。今天司办案，所有车辆立刻停下接受检查，车上装的什么？所有人滚下来！官爷，别过来！装神弄鬼，你是何人？小人是南边来的收尸人，这车上拉的都是染了红斑尸毒暴毙的尸体，这样拉去北边极寒之地焚烧。红斑尸毒？我看你是想运私货吧？来人，给我搜！别动，动了会死人的！我的脸，我好痒，好痛！是文一，真的是文一！啊！这是什么邪物？好重的煞气！官爷，这毒气一旦泄露，方圆10里寸草不生。我现在得赶紧把封印盖上，要是彻底炸了，咱们都得死。官爷，要不您帮把手？滚！滚！让他们滚过去！别把瘟疫带到关内！谢官爷放行，祝官爷身体健康。有时候，恐惧比刀剑更狠用。殿下，老奴终于带您回家了。开启阴阳眼，好地方，真是好地方。啊，这里是京城地下水脉的出口，也是阴气的总枢纽。背靠西山，面朝内河，阴气汇聚而不散，既能养鬼，又能通过地下暗河直通全城水系，天然的冷链仓储基地，天然的地下交通枢纽。这就是京城，怎么比兰若一庄还破？这种鬼地方，除了孤魂野鬼，谁会来？你错了，正是因为没人来，地价才便宜。正是因为阴气重，才适合我们京城寸土寸金。只有这里是唯一的价值洼点，我要把这里变成京城最大的销金窟。大壮，看来我们要在上面盖楼。盖楼？老板，这里是坟地呀，盖楼给鬼住吗？问前店后厂懂不懂？前面盖一座极致奢华的楼阁，取名兰若轩，做高端娱乐，做夜总会，吸引那些寻求刺激的京城权贵。中间是剧场和酒楼，红衣和鬼仆他们就是最好的演员和服务员。后面也就是这地下，利用这天然的阴气地穴做我们的物流总仓。所有的生鲜、冷链、阴间快递全部在这里分拣。往深点儿，再深点儿，要把地下暗河打通，以后我们的货船可以直接从地下开进京城内河，这叫地下高速公路。听说了吗？那个外地来的鬼子在公主坟盖酒楼，这不是找死吗？哎，听说还叫什么沉浸式体验，今晚开业，说是只要胆子大，酒水全免。流量有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公子，里面请，我们今晚有新戏哦。这荒郊野岭的有这等角色？皋海难填，晴天恨补。太真了，这特效太真了，这才是沉浸式啊！
比勾栏瓦舍那套庸脂俗粉强100倍。看到了吗？这就叫降维打击，用真鬼演鬼骗，谁能比我更专业？看，这是从湘西运来的极品腊肉，这是苗疆的百年陈酿。利用我们的物流网络，把各地的特产运到京城，成本几乎为0，然后在前台以10倍的价格卖给这些寻求刺激的权贵。这腊肉，前台卖50两银子一盘，成本不到50文，前店后仓流量变现，这哪里是夜总会？这分明是我的印钞机！那帮凡人真无聊，我随便吓唬他们一下，他们就扔钱。哼，因为他们空虚，我们卖的不是酒，是刺激，是谈资。第一步，立足，完成了，钱有了，名气有了，接下来今天撕的那帮人，该坐不住了吧？主事大人，那陆安简直无法无天，不仅用妖术伤了属下，还在公主坟那块风水宝地大兴土木。现在全城的权贵都去他那什么兰若轩消遣，连我们监天寺名下的几家青楼赌坊都门可罗雀呀！红区区一个外地来的野路子，能有这么大能耐？大人，不仅如此，属下查到他搞了个什么兰若物流，把各地的奇珍异宝运进京城，成本极低。听说他一天的流水就有1万两白银。户部尚书前几天还在跟我哭穷，说国库空虚，这小子套比国库还有钱。大人，要不直接派黑旗军灭了他？不，京城重地，动刀兵太难看，而且那小子有点邪门，硬碰硬容易折损。既然他是靠鬼发财，那我们就用正当的光去照死他。传我的令，去取青云观的虚云道长。眼皮怎么老跳？红衣，周围有什么异常吗？没有杀气，但是有一股很令人讨厌的檀香味正在靠近。无量天尊，贫道夜观天象，见此处妖气冲天，必有妖孽作祟，斩妖除魔，护卫京师。道长，我这是正经生意，哪来的妖气？大胆狂徒，你私养鬼物，扰乱阴阳，还敢说是正经生意？来人，给我围起来！看，这就是证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驱使厉鬼，给我放！陆居士，从今日起，兰若轩无限期停业整顿。什么时候妖气散尽，什么时候再开门。道长，你封了我的店，我的货怎么办？我有几千担生鲜在地下仓库。不好意思，既然涉嫌妖术，货物也要一并扣押查验。来人，把后门也封了，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来。老板，这肉要是再不运出去，就全臭了。那可是几千两银子的货呀！让我杀出去啊！那帮牛鼻子老道就在门口念经，吵得我头疼。只要杀了那个虚云，封印自己。不能杀。虚云代表的是青云观，背后是皇家，是监天司。在京城杀御用道士，那是谋反。到时候来的就不是道士，是军队了。他们在等我反抗，等我犯错。只要我一动手，他们就有理由把我们连根拔起。爸爸，撑不住了。第一，店被封了，没有流水进账；第二，货物积压腐烂，每天损失上万两；第三，还要养着几百号鬼员工，每天的香火钱就是个天文数字。照这样下去，不出3天，我们的资金链就断了。警告：因长时间未获得公正同意，此咒压制力下降，剩余寿命48小时。该死，这帮人不是要钱，是要我的命啊！这就是权力的力量吗？不需要打打杀杀，仅仅是一纸封条，
就能让你倾家荡产，万劫不复。好，既然你没有规则玩我，那我就掀了你们的桌子。老庄，去地下仓库，把那东西给我挖出来。系统启动深度扫描，目标监天司黑衣主事，青云观虚云道场，分析他们的弱点。正在分析大数据。目标1：黑衣主事，检测到体内寄生 S 级贪婪鬼，只要给钱，他连亲爹都能卖。目标2：青云观，虽然有皇家拨款，但大部分略能用去帮监天司洗钱。符纸等核心耗材90%依赖南方进口，而这条供应链不协于被蓝惹物流垄断。原来如此。陆老，你疯了！寿命只剩2天了。红衣，你看，这哪是不可战胜的敌人？这分明是2个等着我去收割的韭菜。黑衣主事被贪婪鬼控制，那我就用钱把他撑死。青云观靠我的物流运货，那我就断了他的奶。你们用拳压我，我就用钱砸死你们！我要把这京城的天买下来！师兄，立刻发信给南方所有分站，所有发往京城青云观的货物，朱砂、黄纸、桃木剑全部截停。理由就说天气不好，鬼骑手罢工。明白，那是他们的命脉，没了朱砂黄纸，他们连个屁符都画不出来。老人家，您在京城有些人脉吧？帮我放个风出去，就说蓝若轩虽然被封，但陆老板手里有一笔从海外运来的惊天宝藏，正愁没地方花，想找个靠山投资。你是想钓鱼？钓那条最憨的鱼。陆安，听说你想通了，愿意交出蓝若轩的股份？当然，与其说是交股份，不如说是合作。青云观不过是您的一条狗，他们每年给您赚的那点钱，还没我1天赚的多。您封了我，就是封了自己的财路。只要您撤了青云观的封条，这笔钱只是见面礼，以后蓝若物流利润的80%归你。80%？好。好，青云观算个屁呀！虚云那老东西早就该滚蛋了。传令，撤兵！谁敢动蓝若轩，就成动本座的钱袋子！师傅，不好了，库房空了。什么空了？朱砂、黄纸都没了。本来今天该到的货，物流那边说这是违禁品，全给扣了。现在观里连做法事的香都没有了。什么？那可是皇家法会的物资，要是误了时辰，监天司令，青云观办事不力，扰乱京城治安，即刻撤回，所有封条作废。这怎么可能？主事大人他……哎呀，好地方，这大殿够高，适合做仓储；这院子够大，适合停鬼车。你是来看笑话的吗？不，我是来帮你的。虚云，你现在欠了一屁股债，签了这个字，蓝若物流替你还债。但这青云观的地契归你。不仅是青云观，从今天起，这些道观改姓陆，青云观改为蓝若物流京城总仓。白云观改为蓝若物流员工宿舍，这就是恶意收购。你们修仙修傻了，不知道什么叫资本的力量。哎呀！诸位街坊不用惊慌，青云观没倒，只是业务转型了。以后这里不仅捉鬼，还负责快递分拣、仓储物流以及演艺培训。欺人太甚！陆安，士可杀不可辱，贫道乃是修仙之人，怎能给这群妖魔鬼怪打工？你让我去给那些送快递的僵尸贴防腐符，我不干！对，我们不干，我们要去告御状。告御状，去吧。问问你们的前冠事，现在这地契是谁的？你们欠的几百万两外债是谁还的？你们要是走出这个门，信不信监天司立马把你们抓去充军，填补亏空？别冲动！陆老板给的工资是以前的3倍。
多少？3倍，5险1金，包吃包住。在我的公司不养闲人，也不养大爷，要么干，要么滚去讨饭，选吧。灯光师就位，特效组上。天地无极，乾坤剑法，金光正起。五雷正法动。漫天花雨，怒！哇，太神了！太神了！哇，这太逼真了，赏，重重有赏。哎，红衣姐，您辛苦了。这茶温正好，润润嗓子。刚才贫道那个雷法放的还准吧？没吓着您吧？老道士啊，以前你不是说我是妖孽，要替天行道吗？哪里，那是贫道有眼无珠。您这是艺术家，是咱们公司的台柱子。老板说了，顾客就是上帝，您就是我们的财神爷呀！看到了吗？这就叫格局。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没给到位的利益。第一步整顿完成，青云冠已并购，员工满意度80%，死咒状态已完全压制。接下来该收拾那个贪得无厌的大家伙了。你们干什么？我是金殿寺主事，我有豁免权。豁免权救不了你。有人实名举报你贪污受贿、不劫妖人、倒卖国库物资。谁举报我？清虚观虚云道长，还有兰若集团陆安。陆安，他给了我钱的，他是同谋。陆老板那是卧底取证，他上交的那些冥币成了定你罪的铁证。带走。随着黑衣主事的落马，监天司陷入了短暂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兰若集团生长的最佳时机。老板万岁！兰若长存！物流大动脉通了，销金窟火了，武力值有了，现在的兰若跺一跺脚，京城调动3头。陆安，你知道那是哪里吗？皇宫。我有记忆了，那个鬼仆叫我长公主。我死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我穿着嫁衣准备去和亲，但是有人在我的酒里下了毒，把我的魂魄抽出来，封印在魂棺里，镇压国运。谁干的？当朝国师，那个被称为半仙的老怪物。国师，好，既然他在皇宫里，既然他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法师，传令下去，兰若集团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进军皇宫。这单皇宫的生意，我陆安接了。老板，黑衣主事落马后，监天司在皇宫内的势力被清洗了一半，现在内务府里变乱成了一锅粥，尤其是负责祭祀和清账的部门，没人敢接手。清账说白了就是运尸体和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垃圾吧？正是，皇宫这种地方，每天都有莫名其妙暴毙的宫女太监。大壮，把我们准备好的开门砖带上。好嘞，老板，这是咱最贵的那款焕颜一手名单不？啊，等下对付那帮太监，得用点更有诚意的。李公公，兰若物流向承包宫里所有的祭祀物资运送，以及净室房后的清运业务。陆老板，京城谁不知道你兰若物流手段通天？可这皇宫大内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尾气太重，你销售得起？公公误会了，我们不仅销售得起，还能让公公销售得更好。这是造化神机丹系统，哦，不是海外秘方，能补足先天亏损，让残缺之躯重焕生机。虽然不能让公公断肢再生，但能让你像个正常男人一样，五感敏锐，体魄强健。另外，兰若夜总会2成的红利，以后按月送到公公府上。陆老板，您这哪是做生意？您这是来救苦救难的菩萨呀！老板，这宫里的味儿不对劲儿啊！确实不对劲。老板，刚才在那边巷子里，我分明感觉到几个刚吊死的怨鬼，可一眨眼全不见了。
阴气流动分析异常，目标指向西北方摘星楼。奇怪，这些元魂没有消散，也没有去投胎，而是像被什么东西收割了。看来那位国师在宫里养了个不得了的大型收割机啊！陆老板，李公公极力推荐，他说你不仅能运货，还能驱邪。本宫的雪儿死得冤了，昨晚满屋子都是狗吠声，吓得本宫彻夜难眠。娘娘放心，草民身边的这位大壮天师是天生神力，罪可谢罪。妖孽受死！带。幽冥监控探头 S 级道具已部署，信号接入中。长乐宫、储秀宫、昆明宫、御花园全境视角开启。既然进来了，就得装上摄像头。我想看看这后宫里到底藏了多少惊喜。这就是国师修仙的地方。国师，陆安，兰若物流的主人，你不该来这里的。这人间的财气救不了你的命。警告：检测到高维度生命体能量残留，目标危险等级 SSS 级，战力分析。提示该目标掌握因果律武器，建议宿主立刻停止针对性滋扰，否则死咒将爆发。SSS 级，连系统都虚了，难怪弘毅死得那么惨。这老怪物根本不是在修仙，他是在吃掉整个大钱的气运啊！好啊，既然是 SSS 级的 BOSS， 那爆出来的装备一定很惊人吧？大壮，撤，回总部开会。我们要加杠杆啊！这种紫金色的烟雾，应该就是所谓的龙气吧？系统显示，皇宫的龙气正在以每天3%的速度流失。那是大秦的国本，如果龙气散尽，不仅皇帝会死，天下也会大乱。国师那老怪物在摘星楼搞了个大型抽水机，我们得去看看这台抽水机的源头，当今圣上到底变成了什么样。我陪你去，我倒要看看，把我的魂魄镇压在皇冠里换来的江山，现在被糟蹋成了什么样。是你呀？怎么了？他真的太像我的皇帝了。当年我远嫁前，皇帝才6岁，总是拉着我的衣角哭。皇室谱系扫描中，确认当今皇帝为前朝宣德帝之嫡孙。孩子，别碰他，身上装的是什么？这小皇帝现在就是一个活着的祭坛，国师利用蛊虫强行抽取他的精气和龙气，输送到摘星楼。那个老畜生，他不仅害了我，连我的后人也不放过。不好，天一到了，走。陆安，我要杀了他，哪怕魂飞魄散，我也要撕了那个国师。杀他容易，但救皇帝难。现在皇帝的灵魂和蛊虫连在一起，国师一死，蛊虫自爆，皇帝也会没命。国师不仅是在养蛊，他是在养神。他想利用皇室的龙气和万民的怨气，强行推开那一层境界。不过，他竟然想把皇宫变成他的私人工厂，那我就得让他知道，什么叫非法用功和恶意竞争。什么？走。陆大人，这已经是这礼拜第7个了，都没了气息，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就是干瘪的厉害。又是被吸干了魂魄。老板，那边来了几个人，穿着摘星楼的黑袍。尸体运往摘星楼，灵魂被蛊虫吞噬。国师这是想把皇宫里的几千号人全变成他的养料。既然你把他们当燃料，那我就把他们当人才。姑娘们，生前苦日子过够了吧？现在有个机会，入职兰若集团，不仅能保住魂魄不被摘星楼抓走，还有月薪拿。想听听吗？你是谁？你能躲过国师的收割？这里是地下暗河的入口。国师的阵法虽然厉害，但管不到这深埋地下的水漫。你们的任务很简单：1. 收集各宫主位的一言一行；2.
监视所有进入摘星楼的物资流向。3. 利用你们的穿墙的特性，建立一套覆盖全宫的幽灵短线快递。这是预付工资，在这里，你们不再是随意的祭品，而是我陆安的员工。老板，咱们就这么多人，每天的消耗可不小啊！大壮，这叫大数据采集。这皇宫里谁怀孕了，谁下毒了，谁和哪位大臣有勾结，都在我手里。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提供的路线。原来摘星楼下面有一条专门运输血石的暗道，避难所已经建好，情报网也撒下去了。国师以为他在最高处，却不知他的地基下面全是我的人。接下来，咱们该跟这位国师谈谈皇宫大人的物业费。李德全，你胆子很大，在这后宫里，有人能瞒着本座私自建立一套连苍蝇都飞不出去的运尸网？国师大人饶命，老奴只是看那陆安送的东西确实能延年益寿，才给了他个方便。益寿延年，他是在断本座的血石。这兰若物流进宫1月，本座的噬魂骨少收了30%的生魂。传旨，兰若物流私藏祭物冲撞进宫，即刻即取缔皇权资质。兰若轩及其所有分号不得流通大钱官银。哎呀！快捡！陆老板，出大事了！内幕府刚发了文书，宣布官银作废，强行推行所谓的国师法币。法币就是一种盖了国师大印的纸钱。现在的官银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东西，1斗米要100两官银。好狠的绝户计！国师这是动用了大钱的国运在搞通货膨胀。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物流点、夜总会的运营都依赖大钱的经济体系，他这是要把我的资产清零。老板。说好的今天发工资，你现在发给我们这些官银，连一炷香都买不着。隔壁青云观的老头说了，只要我们投靠国师，每天都有京城的生魂吃。我们要吃饭，我们要香火。虚云道长，陆老板，您心散了。这些鬼物本就是为了利益跟着你，现在资金链断了，他们随时会反噬。谁敢动老板，砸碎他的鬼头！系统警告：公司信誉度暴跌，员工忠诚度降至30%。死亡警告：因缺乏冥币维持阵法，宿主寿命剩余12小时。都给我闭嘴！我陆安什么时候欠过你们的？明天午后，我会让你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陆安，这次你玩砸了。国师的力量比你想象中要大，他不仅仅是法师，他还是这个国家的影子皇帝。他想玩金融战，那我就陪他玩。他用虚假的权力和纸钱欺骗世人，那我就让他这些权力的基石，那些帮他办事的贪官污吏亲手拆了他的台。红衣，明天的大典，我想请你帮我送几张入场券。国师英明，自推行法币以来，京城物价平稳，兰若物流内的妖孽之徒已经破产。老臣建议立刻处死陆安，查封公主坟，将所有妖孽投入化妖池。国师英明，处死陆安。陆安，你可有遗言？遗言没有，不过我这里有几张真言符，想请几位大人帮我测试一下效果。雕虫小技，你在干什么？没什么，只是让大人们说点心里话。尚书大人，您刚才说我兰若物流是妖孽之徒？放屁！我是嫉妒陆安那小子的夜总会分了我60%红利，我钱不够，我那是为了讨好国师，想把兰若的资产全吞了，好填补我贪污的那800万两修和款。还有，国师给的法币根本就是废纸，我自己都偷偷换成金子藏在茅坑下面。国师就是个老怪物，跟着他早晚要被吸干。这国师，您的这些基石好像不太稳固。你找死！这是在哪里？你是那个在冷宫救了朕的人？朕梦见这些爱卿都在吃朕的肉，会有路外戚，在梦中教朕如何理财，如何救国。陛下，国运衰微，皆因贪墨横行，金融崩坏。草民陆安愿为陛下重整山河，理顺大钱之财气。陛下既然有旨，本座自然无异议。好，传这旨意，封陆安为大钱第一吴国理财师，制笔一品。凡大钱境内税收、官银物流，皆由陆安调配。虽然是临时的官职，但合法性到手了。国师，你的法币我可以让它变成废纸，但我的信用现在有了皇权背书。恭喜宿主获得官方认证，当前寿命100天。国师，下一笔护国理财的账，我们要算算摘星楼的拆迁费了。
畜生！你夺我性命，任我魂魄，如今还敢坏我后人根基！今日我便拼了这残魂不要，也要拉你下地狱！侄儿，你以为陆安得了那虚名，你便能在这进宫之中放肆了？这行宫乃是本座经营100年的死地。你这身血脉魂力，正好给本座的噬魂骨当点心。警告：核心员工红衣生命迹象处于消散边缘，当前受损，魂体破碎度90%。不好，大壮，去摘星楼，快！你怎么这么傻？我还没准备好，谁让你去拼命的？陆安，我想起家了，可家里全是血。系统，给我救他！不管花多少钱，给我用最好的药。售价1亿冥币。1亿？这可是我兰若集团全部的流动资金，还有我准备用来对付国师的全部家底。全部兑换，给我救人！系统提示：支付成功，资产0。消息传遍了京城，大前第一理财师陆安因私自挪用公款救女鬼，导致兰若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国师趁机落井下石，查封了兰若轩，冻结了所有账目。哟，这不是陆大理财师吗？怎么，官服都卖了，换馒头了？你再说一遍，俺砸了你的狗头！没必要，大壮，看清了。这就叫资本的势利眼。走吧，京城大得很，总有我们容身的地方。老板，俺不饿，俺能扛。就是胡一姐这脸色咋还是这么白呢？还魂伞保住了他的命，但他损耗太重，需要时间恢复。国师这招釜底抽薪玩得真漂亮。趁我救人夺回了财权，不过他忘了，我陆安最擅长的不是守财，而是找财。这破石头咋这么沉？哎呦！这不是很普通的庙宇，这种规格的炉纹，只有前朝皇室才有资格使用。检测到高浓度能量波动，由于宿主余额不足，无法解析，仅提供探测前朝密库封印状态。前朝秘密金库，难道传说是真的？前朝灭亡前，长公主带走了1半的国库资产，消失在民间。父皇，血，全是血！前朝血脉，原来开启这个金库的钥匙，不是钥匙，而是红衣的皇室嫡系之血。国师，你以为你冻结了我的银行卡，却不知道，我反手找到了这个世界的原始古仓库。大壮，起来搬金条了，我们要抄底京城了。老板。这玩意不能吃，也不能花呀！咱家底都空了，还指望这儿能有点金条搬回去发工资呢。检测到极稀有资源功德碎片，此乃前朝皇帝祭天赈灾安民积累的纯正功德。国师啊，国师，把大钱的官银变成了废纸，可你忘了，这天下最硬的通货从来不是银子，而是民心积攒的功德。
乡亲们，不要钱！兰若集团破产清算，最后这点东西啊，散给家门口的兄弟。老板，您真是活菩萨呀！那国师只知道发废纸票子，您这是救命啊！国师要的是你们的命，我要的是你们的心。这些功德碎片能稳固你们的魂体，让你们不用再受噬魂谷的威胁。老板，我们错了，之前不该动歪心思，以后打到玫瑰公司，我们也认定您了。不用你们拼命，去，把京城的每一个乞丐、每一只流浪猫狗都发动起来，我要让国师的法币在京城彻底失去流通的污染。因为从今天起，南若集团只收好评。他在发馒头，在公主坟搞慈善。回国师，陆安现在名声好的不得了，百姓都说他是护国财神。而且奇怪的是，那些喝了兰若粥的流民，我们的噬魂谷钻不进他们的身体。垂死挣扎，想靠民心抗衡天威。中秋法会那天，本座会让他知道，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民心不过是蝼蚁的妄想。陆理财师，你能准时赴约，本座很欣慰。不过理财需要帮手，你的老朋友们好像有话要对你说。陆老板，别怪我，国师答应给我金丹期的寿元，你那点工资买不了贫道的命。虚人，你这跳槽的速度可比我的快递快多了。众生皆苦，魂归心海，祖魂大阵起！陆安小心！大叔，开盾！金身，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蓄有如此庞大的功德？国师，一以恐惧治国，我以功德安。你的法术再高，破得了这万家灯火的祈愿吗？陆老板，这出戏演到这里也该收场了。弟弟，辛苦你了，在红官旁守了20年，又在这个商人身边养了这么久的奴才，弟弟，他是你的。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前朝首席大太监，现任国师之亲弟明颖。陆老板，你真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带你去接红馆那单生意？如果没有我这一路上的指引，你这个外来者怎么可能这么精准的把这具龙祭容器送到我哥哥的摘星楼前？是你，当年的毒酒是你递给我的。原来我自以为是欺师我，却从头到尾都在运送你们最想要的筹码。陆老板，我想你应该是依赖那个声音了吧？你以为你是在利用某些东西发家致富，却不知这世间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系统，立刻开启绝对防御，消耗全部剩余冥币，快！丁检测到高纬度干扰，错误代码00000X，全线冲突，商城已关闭。商城在这个时候关闭？陆安，本座修的是天道，玩的是规则。你的法宝在本座眼里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禁断蓝惹契约。老板，控制不住自己，走，快走呀！陆安，你的时代结束了，没有了这些怪物的保护，你连个普通的算命先生都不如。兄弟们，给我上，把这祸乱京城的妖人拿下！陆安，快走，别管我！原来这就是真相吗？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结果我只是你们养在笼子里帮你们收集养料的一只仓鼠。可是你们忘了，仓鼠饿极了也会咬人的。咬人？陆老板，现在的你连呼吸的权利都快没有了。带走，关进地牢最深处。国师大人还要留着他的命。系统自检，外挂模块彻底离线，底层硬件严重损耗，
核心算力逻辑溢出。陆安，你救了我，但你的神性消失了。神性只是中心化算力的幻觉，所谓的系统，本质是一个强行干预因果律的非法编辑器。它碎了，我才拿回了这具躯壳的权限。老板，系统指令冲突错误。大壮，别抗拒那种冲突。国师发送的是同步信号，而你现在的清醒，是因为我的系统崩溃导致了信号丢失。你现在的恐惧，是你的原始生物电信号正在试图夺回身体的控制权。协议覆盖，执行本我重启。老板，俺在那个黑屋子里走了好久，到处都是那个老怪物的声音，是你的声音把我拉回来的。陆老板，合同毁了，我们以为你完了。合同是基于违约成本的强制性约束，属于静态代码。这种契约在面对国师的法力时，防御力为0。你们回来不是因为那张废纸，而是因为情感冗余。在心理学上，这叫共有沉没成本；在物理学上，这叫相位锁定。你们在我这里感受过公平交换，这是一种比冥币更稳定的共识算法。从今天起，兰若集团取消雇佣制，改为分布式共识合伙制。国师收割生魂，是为了提取商界能量来维持它的长生，这是一种掠夺式消耗。而我们现在汇聚的愿力，是耗尽结构中的自组织力量。大壮，带上安保部去保护每一个互助会节点，不需要法术，只需要告诉百姓，只要他们彼此信任，这种紫色的光就是最强的护盾。情感不是累赘，它是系统中最高级的容错协议。当所有人都不再为了钱而战，而是为了不被吃掉的共识而战，国师的收割效率就会降到0。红衣，我的系统模块一毁，我现在的存在感低于国师的扫描阈值，我就是这套系统里的低频噪点。那老怪物在干什么？他在把整座城变成死地。不对劲，国师的能量模型有巨大的外部损耗。按理说，他收割了这么多的功德和生魂，早就该达到不死神域的临界点，但他现在的表现更像是一个拼命补缺口的代理商啊！主上，重阳之日定能补足这一季度的生魂定额，请再给哥哥一点时间，不要撤销他的权限呢。定额？权限？我明白了，国师不是终点，他也只是一个租借了系统的低级管理员。系统之所以是国师炼化的法宝，是因为国师本就是某个更高维存在在这一界的 API 接口。国师把京城炼化为神域，根本不是为了他自己成神，而是为了给那些外神提供稳定的算力支撑和情感燃料。他只是一个为了 KPI 杀红了眼的项目经理。原来如此，国师之所以怕我，不是怕我抢他的权，是怕我搞坏了这一区的市场信誉。如果这一区的生活质量下降，上游供应商就会判定他经营不善，进而强制注销他的账号。所谓的成神，不过是想转正成为正式员工。既然有上游供应商，那就好办了。商战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竞争对手，而是直接举报他数据造假，断了他的供应链。这单拆台的生意，我接了。国师要血祭，逻辑上需要3个核心要素：
闭环的阵法、高压的情感、恐惧以及稳定的能量通道。他现在把全城变成了高压锅，那我们就给这个锅加几个泄压阀。总裁啊，咱手里真没余粮了，那100担米昨天都散给互助会了，拿什么请客呀？谁说请客一定要用钱？张头，去传我的话，凡是受过兰若集团恩惠的，不论人鬼，今天把自己家里最值钱的一样吃食带过来，哪怕是一根烂白菜、一张破纸钱都行。诸位，我陆安曾是这京城最大的奸商，我赚过你们的钱，也救过你们的命。今天我请大家吃这顿百家饭，国师要把大家当成养料送给外神，因为在他眼里，你们只是数据，是燃料。但在我陆安眼里，你们是合伙人，吃下这碗饭，你们就是我的眼线。陆老板，俺这辈子没人瞧得起，国师要俺的命，你却给俺名分，你说怎么干？俺们这帮烂命一条的，听你的。神权政治靠的是信息差和暴力恐吓，地摊经济靠的是信息共享和生存互助。当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眼线，国师那所谓的神域，不过是一座四面漏风的筛子。陆安，你做到了！国师现在在祭坛上的一举一动，甚至他每分钟的呼吸频率，我们都一清二楚。这不是监控，这是流量抗衡。国师想通过血迹制造能量波峰，那我就利用全城的地毯网络制造能量噪音。当噪音盖过了信号，他的 API 接口就会报废。接下来，该去见见那位系统一职了。陆安，你这个连系统都没有的残废，竟敢一个人来送死！看看这满城的生魂，明天之后，本座就是这方天地唯一的代理人。国师，你错了，你从来不是代理人，你只是个被淘汰的单机版管理员。请求访问地府之门，底层逻辑模块。宿主陆安，你已自毁内核，为何还要再次连接？因为我发现你不是法宝，你是一个平衡机制。国师把你变成了私有的剥削工具，而我想把你变成开源的生存协议。看看我带来的东西吧。检测到前所未有的共识能量，超越金钱与功德，正在尝试重构。丁，系统升级成功，旧版本蓝惹大老板系统已注销，新版本诸天共享互助系统已启动。我的权限，我的噬魂骨，怎么可能被这些蝼蚁平分了？国师，你求的是我赢，我求的是共赢。这套系统现在属于每一个人。老板，俺脑子里那个声音变温柔了。他说俺现在是兰若云丹的原始股股东。不是老板了，大壮。陆老板，以前我想做这世间最大的老板，掌控所有的流向。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强大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老板，而我只是在这黑暗的乱世里为他们提灯的那个人。诸天共享，众生共命，第一步完成了。开门！都给老子开门！工部有令，重阳祭典在即，所有工坊必须全速运转。嘿，官爷，陆先生说了，今天咱们不求财不作乱，只是累了想歇歇。国师的血祭大阵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能量转换系统，它不仅需要生魂作为燃料，更需要全城100万人的喜怒哀乐产生的磁场作为润滑剂，这叫流动性枯竭。如果市场上没有人交易，那再高明的操盘手也无法收割。总裁，哎呀，神了！全城的乞丐不讨饭了，妓女不接客了，连那些孤魂野鬼都不去投降我了。
现在的京城呀，一点烟火气都没有。烟火气，就是国师最需要的低频红外辐射。没有了这份嘈杂，他的阵法就是一堆死代码。国师大人，阵法能量在迅速衰减，祭坛下方的明怨和贪欲正在消失。没有了这些引子，噬魂谷根本无法被激活。陆安，他在搞什么鬼？他让整个京城停摆了。这就是他那个共享系统的威力。他把生存权还给了那些蝼蚁，那些蝼蚁现在只听他的，他们不反抗，也不屈服，他们只是拒绝参与我们的规则。既然他们不主动提供养料，那本座就亲自动手去抢。陆安，如果国师发疯，开始大规模屠杀怎么办？他不敢。屠杀产生的恐惧确实是能量，但那种能量太暴躁，他的阵法承载不了。他需要的是活人在日常生活里源源不断产生的微弱负能量。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冥想，在利用诸天共享系统进行灵觉连接，他们现在的意志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实心的铁板。大阵已经停滞了，这就是我们潜入摘星楼底部，寻找他命门的最好时机。老板，俺觉得杏花这里的味儿和红衣姐以前戴的那个皇冠一模一样，但更臭。看那边。你不是国师，你到底是？国师？那是主人给我起的艺名，我叫钱文宗，大前前朝最后一位太子。前朝太子，那个我皇帝称帝之前，那个在宫变中消失的伯父。100年了，我在这摘星楼下被龙气日夜折磨了100年。当年我为了追求长生，勾结外神，却被外神反噬，做成了这大千龙气的滤芯。你们眼中的繁华，你们眼中的皇权，都是踩在我的烂肉上建起来的。所以你利用系统收割金钱和功德，不是为了修仙，是为了洗刷你身上这些龙气产生的业障。洗刷？不，我是为了金蝉脱壳。我要制造一个完美的，能承载我皇室血脉又不受龙气反噬的身体。原本我选中了那个小皇帝，但他太废了，身体里的黄脉太稀薄。而你，红衣，你是在宏观中闭关100年的纯正皇血，你的灵魂里藏着大千立国之初最精纯的黄脉核心。你想夺取它的核心，重塑你的真身？只要拿到了黄脉核心，我就能彻底吞噬大钱的国运，成为这方天地真正的不死主宰，谁也别想拦我。陆安，你以为你发动了全城百姓就能赢？在黄脉核心面前，那些蝼蚁的愿力不过是尘埃。拿过来，把大钱的黄脉核心给我！你这种已经死过一次的冤魂，不配拥有它！陆安，你身上的纹路。小书生，你救了我，但我背负的是灭国的诅咒，凡是靠近我的人都会死。那我便不靠近，我愿以命为引，生生世世守在你必经的路上。我明白了，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死咒。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当年为了在轮回中能再次找到你，为了让你能在国师的屠刀下保住灵魂不散而种下的转世锚点。所谓的3更死咒，每隔3更天爆发一次的痛苦，其实是你在帮我剔除灵魂里的杂质，让我能带着这一世的记忆不断重生。
不断寻找救你的机会。不可能，那是我炼化出的死咒，怎么可能变成你们的契约？国师，你把系统当成收割的镰刀，却没发现，你选中的这块磨刀石，本身就是为了斩断你的镰刀而生的。他当年种下的这道印记求的是生，而你却想用它来夺取死。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把它关进那个红棺材里。既然宿命已经闭环，那这套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旧秩序，也该彻底清算了。大壮，带人去这3个位置，那里是京城阴阳脉络汇聚的断路器，不用法术，直接用我教你们的物理杠杆原理撬开这些地基石。总裁，这可是皇宫的祖龙脉啊，撬了会不会遭天谴呀？现在的天然性国师撬了它，才是给老天爷松绑。陆安，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只是做了一次物理断网。你所有的法力都依赖于摘星楼与地底阴阳脉络的耦合，我截断了你的电力供应。你现在只是一台没有电池的烂电脑。对，这座楼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建立在我们的骨头渣子上。国师说它是神域，我说它是一栋非法违章建筑。既然是违建，那就得拆。第一工程部负责及时爆破，第二工程部负责回来切割。大壮，给我把那根避雷针拉倒。国师，你的神域漏风了。接下来，我们要清算一下这100年的地祖。陆安，你毁我100年基业，我要你这满城的蝼蚁陪葬，终极协议神灭！太快了，这是法则层面的魔术。老板，躲开！大壮，退后，这是命令。老板，俺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你，不用再吃土，不用再被当成怪胎，这路俺帮你扫干净。大壮，老畜生，我杀了你！陆安，国师临死前污染了所有的阴气频率，如果不净化，这全城的鬼兄弟都要魂飞魄散，就像大壮一样。大壮是为了救我，我是老板，老板不能欠员工的命。诸天共享系统，听令，启动全额退保程序，以宿主罗安之全部阳寿、全部功德、全部灵魂本质为抵押，兑换全城鬼魂1刻钟的还阳特权。警告：此操作将导致宿主彻底陨落，且无法进入轮回，是否确认？确认。老子这辈子赚够了，最后这笔单子，我要做个大慈善。我有心跳了，老板，陆老板救命了！陆安，不要，你回来！陆安，兰若集团 CEO， 大前第一护国理财师，众生引领者。你的试用期表现比我预想的要精彩得多。这里是？你是谁？这里是地府总部人力资源部，我是你一直喊的那个阎王。那套系统不是国师的法宝，而是我们投放的管培生入职测试模组。
在面临资本收割与舍身救人的终极命题时，你通过了所有的考核。现在，你愿意正式入职地府，担任诸天轮回金融监理会首席执行官吗？那咱们得先谈谈五险一金和大壮的复活奖金了。陆安，在你正式签署入职合同前，还有最后一处坏账需要你亲手清理。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末轮技术面了。陆安，你这个不知敬畏的凡人，你毁了本座成神的阶梯，为了那些蝼蚁，你放弃了不朽的机会。献祭他们，是为了让这方世界诞生出真正的神明，从而去抵御外神的入侵。这是最优的算法，是伟大的牺牲。牺牲？国师，你跟我谈算法？在我眼里，你那套所谓的献祭统治，不过是商业史上最低级的杀鸡取卵的暴力掠夺。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大局，但你的管理模式逻辑完全狗屁不通。你搞的是一次性收割，把生魂全部炼化。你是爽了，但你的生产要素要彻底归零了，这叫毁灭性裁决，是自绝生路。什么生产要素？本座是在净化他们的灵魂。你懂个屁的净化！你那叫坏账处理。我搞的诸天共享系统，虽然也是在利用愿力，但我讲究的是可持续性剥削。我给他们提供平台，让他们在互助中产生愿力，这叫自发性的生产溢出。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情感去努力，产生的能量频率远比你那种恐惧引发的尖叫要稳定，高效得多。你嫌弃他们是蝼蚁，但我告诉你，100万蝼蚁自愿996产生的愿力总和，能撑起一个世界的防御网。你让他们死，他们只会怨你，产生的是不良戾气。我让他们活，哪怕活得辛苦一点，他们会感激我，产生的是优质共识。你这种只懂拿刀割韭菜的低端代工厂厂长，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生态圈。你献祭全城，只能换你一个人成神。我搞去中心化，让全城的人都成为这个世界的小股东。当每一个人都在为了保护自己的股份而战时，你口中的外神根本进不来。不可能，神是不需要这些。神不需要，但系统需要。你的外神上司需要的是长久稳度高纯度的能量供应，而不是你这种为了 KPI 造假的血色烂账。面试第一题，意识形态重构，得分 S 级。长公主殿下，国师已死，明皇脉已成，请您登基称帝，重建大前。我们要复仇，我们要让那些背叛者付出代价。权力，复仇，这就是我等待了100年的结果。如果你想当女皇，我可以帮你写一份大前帝国复兴商业计划书。以你现在的黄脉纯度，融资并不难。陆安，你总是把一切都看成生意。如果我选择了权力，你会留下吗？地府那边给了我一个 CEO 的 offer， 职位挺高，但挺累的。如果你当了女皇，咱们可能就是跨界合作伙伴了。见面的话得预约。大前已经亡了100年了，现在的京城不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长公主，更不需要一个复仇的女皇。去投胎吧，在那套共享系统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未来。陆安，我拒绝了他们的 offer， 我现在失业了。陆总裁还要人吗？失业？那可不行。地府那边的账目一团糟，我需要一个既懂皇室审计，又能镇住万鬼的首席财务官。工资怎么算？没有工资，但我可以把我的灵魂主权分你一半。红衣，以前咱们在京城这1亩3分地折腾，接下来
我们要去清算一下那些外神的资产了。大壮的魂体碎片散落在诸天外界，我们要一张张面单的找回来。鉴于代理人陆安在重阳危机中的卓越贡献，现正式通过阴阳共生基本法，任命陆安为特区首长，兼任地府驻阳间首席财务执行官。感谢总部的信任，不过我得重申一遍，我不是来当官的，我是来搞活市场的。总裁啊，这简直是做梦啊！咱们的业务不仅有物流、金融，现在连投胎摇号和阴德理财都获批了。张经理，别光顾着高兴。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生魂信用评估体系。我们要让每一个活着的人都知道，他们积攒的每一份愿力，都能在兰若集团兑换成死后的生藏补丁。这叫跨次元资产配置。红衣，你看，当死亡不再是绝对的终结，而变成了一种可以预见的转世成本，恐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规则的敬畏。这就是我想要的去恐惧化的社会治理。你把地府变成了一家巨大的保险公司，陆安，你这种逻辑，怕是连神佛都要被你算计进去。神佛若无私心，又怎会被算计？国师想靠杀人来拿 KPI， 那是低端玩家。我让全城的人鬼都动起来，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交易价值。现在的京城，每1分钟产生的愿力都是国师当年收割1年的总和。而且阎王那个老狐狸没说错，这套系统已经开始向周边州县扩散了。兰若集团准备走出京城，正式开启诸天跨国贸易了。哎，老板好，今天的功德分额已经到账了，我攒够了下辈子投胎到富贵人家的积分了。好好干，到时候我给你写推荐信，让投胎办的人给你安排个好专业。陆安，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吗？那时候你被吓得魂不附体，满脑子都是怎么逃命。怎么不记得？那时候我觉得这世界是个巨大的陷阱，现在我才明白，这世界其实是个巨大的市场，只要你掌握了它的供需平衡，哪怕是地狱也能开出花来。国师败了，外神退了，大壮虽然暂时不在，但你说过你会把他的碎片找回来。现在的你已经做到了这世间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地位，你还有什么遗憾吗？核心目标1000万冥币积累计划，京城阴阳特区年度 GDP 溢出40%，百姓自发性愿力股权分红30%，阴阳两界贸易逆差平损30%。检测到宿主已完成最终级战略目标，因果律强制执行中，完成1000万冥币目标，奖励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状态更新获得永生。红衣，看来咱们的合同得签1辈子，甚至更久了。正合我意。3更死咒提前爆发，23小时59分59秒。以前总觉得时间充裕，现在倒真的要领3更了。又来了一个。那老东西养肥的猪。你是谁？我是谁？我的名字早就被抹杀了。不过，在你那个脑子里的声音里，我的代号应该叫上一任宿主。上一任宿主？你也拥有过系统？系统？你觉得那种随随便便就能给你发钱、发道具、发寿命的东西，真的存在吗？我当年和你一样，从一个小商贩做起，利用系统的奖励，吞并了10几个国家，建成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帝国。我以为我是神，直到发现
我辛苦积攒的所有资源、所有功德，在系统升级的那一晚，全部流向了一个地方——摘星楼。你是说，我们收集的冥币和功德？小子，听清楚了，所谓的系统根本不是什么上天眷顾，那是国师耗费千年炼化出的诸天收割法宝。他给你的冥币是大前死去的明脂明膏，他给你的寿命是牺牲了无数像红衣那样的冤魂炼制的。你以为你在理财？不，你只是国师扔进人间的诱饵。你赚的每一分钱都在帮他加固这个世界的牢笼，系统升级就是他收网的时候。你现在之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为他还没吸干你体内的功德精神。当你寿命归零的那一刻，你的灵魂会被系统彻底搅碎，变成国师冲击最后境界的最后一颗丹药。原来我辛苦救人，只是为了帮他养大祭品；我辛苦扩张，只是为了帮他铺好收割的路。我陆安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完美的搬运工。老前辈，既然这系统是他的法宝，那如果要毁了这个法宝，是不是只能毁了我自己？小子，没戏了。当你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金手指是敌人的诱饵时，你的精神支柱已经垮了。等死吧。老前辈，你之所以输，是因为你真的把系统当成了神，而我从来只把它当成一个并不太好用的财务软件。张头，过来一下。姓陆的，刺刀临头了，还想耍什么花样啊？国师大人说了，今天午后就把你扔进化妖池。张头，我问你，国师发的那些法币，你家里还剩多少？是不是连半扇猪肉都换不到了？提起来就来气，老子攒了10年的官银，全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京城米价飞涨，我那婆娘每天在家里哭，说日子没法过了。那如果我告诉你，我虽然资产被封，但我手里还有一批藏在京郊，连国师都找不到的实物硬通货呢？你什么意思？皇宫要乱了，国师要收割全城的生魂。你以为你这些当差的能跑掉？你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是下船的船票和保命的口粮。诸位，你们要么是被国师构陷的忠臣，要么是走投无路的豪杰。现在国师要拿你们当噬魂谷的饲料，横竖是个死，为什么不跟我赌一把？张头，你放了我，我给你兰若集团地牢事业的10%干股。我带走的不仅是你，还有你全家，以及这辈子都吃不完的精米腊肉。你身手好，以后就是兰若物流的安保副总。你以后负责研发抗蛊丹，你是首席医药官。可是，国师有法术啊！法术能当饭吃吗？他的法宝现在正因为我的死咒爆发而产生数据漏洞。我是这个闭环系统里唯一的变数，只要你们跟着我，我保证让你们从这必死的棋局里跳槽到未来的大赢家手里。陆老板，不，陆总裁，我张某人这辈子就跟你这招了，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你疯了！没有系统加持，你靠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跟国师斗？老前辈，这世界上最强的系统，从来不是代码，而是欲望和恐惧组成的社会网络。国师，你干扰了我的信号，解雇了我的鬼怪，但你忘了，
我也是个人，只要是人，就有我能买通的价格。接下来，就看红衣能不能在那股黑暗里活下来了。长公主殿下，别等了，陆安在地牢里已经寿数将尽，只要你乖乖献出皇室精魂，我哥哥或许能留他一具全尸。留他全尸？你们也配提他的名字？众鬼听令，我已大迁长公主之时，适龄尔等，国师要吃掉你们，陆安要救你们。现在陆安要死了，把你们的力量给我。检测到极度异常能量，目标红衣，状态自我毁灭式进化，黑暗修罗，战力评估无法计算，由于人性彻底崩塌，已脱离员工列表。杀！杀！杀！鬼王降临了，快跑啊！哎呀！红衣，是你吗？红衣，是我，陆安。陆安，没听说过。拦路者死。红衣，看着我。陆安，一个凡人，知道本座的本人。陆总裁，快跑啊！这怪物没救了，他已经把万鬼都吞了，那是修罗呀！检测到宿主面临必死危机，终极方案开启。检测到眼前生物为长公主怨灵核心，只需宿主按下一键重置，系统将抹杀红衣的人格，并吸收其万鬼之力。奖励系统将满级，宿主恢复金丹修为，寿命无限，彻底掌控大钱金融。抹杀他，我就能成神。小子，别信他，那是国师的陷阱。你一旦按下，你就彻底成了那老东西的天线木偶。你救不了他，你也救不了你自己。国师，你太小看我陆安了。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我不成神，我也不要这老狮子系统，我只要他回来。警告：宿主正在自毁内核，全线崩溃。红衣，给老子醒过来！陆安，我做了什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陆总裁，快！趁着国师还没反应过来，地下的弟兄们已经看好了路，走！陆安，对不起，为了救我，你什么都没了。傻瓜，没有了那个系统监控器，我才真正自由了。现在的我虽然是个穷光蛋，但我脑子里装的可是超越这个时代1000年的商业逻辑。张头，咱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食物？就剩下哥几个偷运出来的100袋金米和不到50两现银。总裁啊，这点东西在现在这京城啊，连个响都听不见哦。各位街坊，国师的法币是纸，官府的承诺是屁。现在大家都没粮吃，等死不是办法。我陆安在这里搞个同舟互助会，规矩很简单：1. 每一家出一份力
出工、出活或者出家里的一样旧物。2、为兰若集团的信用背书，给每一份付出登记。3、这些登记的积分可以在互助会内换取兰若物流运进来的救命粮。陆老板，您现在连官职都没了，您的信用还值钱吗？大前长公主在此，我陆安的命也在此，这就是我的抵押物。看到了吗，红衣？以前我用冥币买命，那是交易；现在我用信用救人，这是契约。这是龙气？不对，它没有龙气那么霸道。这不是龙气，这是愿力，国师炼化系统，是为了强行收割众生的果。但它不同，真正的果是众生在绝境中求生，彼此守护时产生的因。国师靠掠夺，只能收割有限的生魂。我靠众筹，却能汇聚无穷的民意。这种愿力在金融学上，就是无限流动的原始信用。国师，你赢了我的外挂，但你输了我的民心。这单众生的生意，我现在才刚开始做。